就是说他打我，我这样架嘛，那你可以这样架，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架？所以他打我，你打我，我要架，我架这个嘛，对，我直接打上来就好了，我何必管你这个？打你的是这个，那我这个没有办法打进去嘛，我这个不要变，我变这个啊，还是一样，这个我变这个 OK， 我变这个，我变这一端的姿态跟力量 ，OK， 这个没有变，晓得吗？那大部分的人是什么？大部分人是这边他没变，他又拉出来的，他要变这里，所以都在这个地方变，这里没有变，八卦拳不是，八卦拳找到的方法是这里不要变。我既然已经对到你了 ，OK， 我既然对到你了，我这个就不要变了，我变我这个，就好像现在有那个飞弹，不是挂在车上面的吗？以前的飞弹是固定的嘛，我固定的可以打很多地方，可是这个固定的会被打啊。现在就放到火车上啊，或者机动的放在车上面，我载台乱跑，可是我打的目标没变，一样的。所以你刚刚说这个怎么样讲圆 axis of rotation 这个圆规的点是怎么样？圆心，刚刚说圆心是这里吗？哦，对 ，OK，so 我自己的圆心，有些人说圆心是这里，当你把这里当圆心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是平等的，我们两个是平等的，可是这个圆心对我来讲没有用。OK， 我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目的是你嘛，我的目的不是他嘛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我们出手的时候，我要打他的喉咙，我的目的就是他的喉咙。那他这个手怎么来？我出去，他这个手怎么来？这个你不用管，你只要抓那个就好了嘛。所以我改变我这个，还是这里，不要管这个，这是给你的一个桥。他没有，我就打上来；他有，他就是给我从这边怎么变嘛？我从这边怎么变？抓你的身体，动你的身体。对，因为我要什么？我要改变这里的形态。你看当我转到这边，我这个形态是不是？变了嘛？距离变了，力量的方向变了。可是终点没有变。听不懂？因为我的目的是那个，我的目的你手来，我的目的不在这个，我的目的不在这个，不要把这个当成技术的目标，不是的，你要那个你就要那个，听不懂？啊，听不懂？所以会变成现在很多的招式。刀剑也是嘛，在外面铿锵，外面铿锵，是不是？那是拍电影才需要啊。这样懂吗？所以身法步法重要就在这边。老师不教你身法步法，你就只会这样子，你就只会在手上面。因为我问这个问题，因为好像。圆心。我可以借你的手上吗？啊？什么？我可以借你的借一下。逐渐好。哎呀，今天还是少用啊，因为我最近我比较要避风头，知道吗？我不要太那个，知道吗？谁有带棍子？谁有带棍？你那个，哎。师兄是有在社会上走的，他是剧务组，装备组。我看剧场的 ，yes。好，不好意思 ，thank you。我刚刚有点误会，因为我以为我们在这个器材的中心转过去，因为会比较轻松一点。我们不想用这个手的力量，我们是在这个sword的中心。你再给我 ，Hello。这个，
好，他的问题是说，当两个相接的时候，他从这边转会比较轻松，会比较快嘛？可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啊？OK，明白了，OK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有很多误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打我，你打我，我在这边架。你既然可以架到这个地方，你为什么不能架到这个地方？架是什么？架 hold OK，yes，yeah. You can block here. Yes. Why not here? Why not here? 也可以，也 no，yeah。就是说他打我，我这样架嘛，那你可以这样架，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架？对。所以他打我，你打我，我要架，我架这个嘛。对。我直接打上来就好了，我何必管你这个？这样不懂？懂。所以我就说离开是第一步，他打你，你离开是第一步。OK。不要管，不要去架这个。不用 focus 在这个。不用。weapon。因为他出来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嘛，它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嘛。那它以外的范围有那么大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边去对他呢？听不懂？明白。晓得吗？有很多教，不管是徒手还是兵器，都在玩这里，都在玩这里。不用。因为你之前跟我们讲过，意思不是 like the intention 不是在这里而已，可以对全部这个。所以有很多不是用棍，你进来，你把我拿你那个手来，拿这一头，你那手不要丢啊！你不是一翻把我这个手擒拿住吗？有这个用擒拿住吗？然后在这边争嘛，你争什么嘛？你丢掉就好啦。还在那边争这个棍。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棍子啊，我目的不是要拿你的棍子，我目的是杀你啊， yes， 或者伤你嘛。棍子丢掉就打你了，这样不懂？是不是？剑也是嘛，两个剑在这边抵到在这边拼力，拼什么力啊？这个不要了，打他就好啦。OK， 没问题。这样不懂？所以有很多观念，或者因为比赛规则，把整个观念都改了。对，因为我以为很重的weapon是用我们的身体的中心跟这个器材的中心转过去。我以为是啊，也对啊，也对啊。可是你的目的还是在什么？还是在对方嘛。当这个东西很重，我这样子挥它很吃力嘛，我就不要这样子挥它，我用我身体，它还是没动，我用我身体的转动来用它做防御嘛。那个是在外围啊，在做防御的时候啊。可是当一旦接触呢？不太一样了。对呀。Yes。这样不懂？所以那个是什么？就我说的，你藏在兵器的后面，兵器不要动，兵器在这边，因为它重嘛，你挥动它，你自己太吃力了。兵器不要动，我藏在兵器的后面，把兵器放在你跟我的中间，我用它来做保护。可是，一旦接触了以后，我不需要它保护了，我马上这个兵器就可以进。听不懂？所以要有这个，谢谢。晓得吗？不管是徒手还是器械，要知道要掌握住这个观念，不是在跟别人比快、比手重、比什么、比招式，不是的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就达到那个目的就好了，晓得吗？哎，招式漂亮、招式快都没用，哎。所以老同学都知道，我常强调，快是什么？快不是速度，快是距离。
快是距离，所以八卦拳里面每一个接触，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每一个接触是不是接触？我要改变的是什么？我要改变的不是我的速度，不是，我要改变的是什么？改变的是我的距离，我跟你的距离，距离越近我越快嘛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在改变的是什么？改变的是我们的角度跟距离，而不是角度距离没变，我就练我自己有多快。你这1秒钟打10拳、打几十拳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，因为你的目标是死的啊，听不懂？你1秒钟可以打30拳好了吧？第一拳出来被挡到就没有了，后面29拳就没有了。听不懂？啊，晓得吗？所以学问在哪边？学问在距离、角度，在这边。因为在距离跟角度，所以才需要什么？才需要技巧。啊，那我想问说，像这样，比如说，应该都是以对方当做圆心，是对自己比较有利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因为像你在那个场外的练习，就是也是有点类似这种双方的距离，但有时候如果对方当圆心，自己当圆周，虽然说好像角度可以比较多进去，可是就会变成说，好像自己会很累，或者是说对方很强，不得不变成圆周这样进去。这个是练习的时候的一种教学法，可是你真正的时候，那个瞬间，你是圆心还是圆周，是一瞬间的事，一瞬间的感觉。你不能说哇，我现在要当圆心，接下来我要当圆周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因为两个人在接触的时候，圆周当圆周变得很小的时候，就变圆心。它跟圆心就没差别啊，听不懂？如果我跟你这样一接手，谁是圆心，谁是圆周？还没动不知道。我如果这样动，我是圆心还是圆周？圆周。我是圆周。如果我这样动呢？变圆心了。我是圆心还是圆周？变圆心。圆心是不是也可以动？所以哪有死的啊？然后圆心就是死的，然后这个旁边就是圆周，圆心也能动啊，不要忘了啊。听不懂？所以重点不是你是圆心还是圆周，重点是你要移动到对自己。那你自己能当什么？你不能把自己练八卦就是在圆周，我把自己永远当圆周，永远是围着你跑，这种就死掉了嘛。这种观念就死掉了嘛，晓得吗？或者是你一开始虽然是圆周，但是走到一个角度变你是圆心，你就占有用。不是八卦拧转的东西啊，你很难分一个东西在拧转是不是一个螺旋的？一个螺旋的东西是不是圆心也在走动？对。那你怎么分？当我这个手一搭，我这个手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的手这样进去的时候，请问它是圆心还是圆周？啊？不好说。是不是？因为我是螺旋啊，圆心在进，螺旋也在进啊。一个螺旋是不是圆心的圆周？对。一个螺旋的话，中间是线嘛？对。然后绕螺旋围着那个线在走。圆心在走才有螺旋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圆心停下来啊，圆心停下来就没有拧转了，没有螺旋了，它就变成一个圆了，听不懂？所以当我在走动的时候，请问我是圆心还是圆周？螺旋的东西你就分不出来的。
看不懂？一开始只是跟你讲有这个区分，一开始跟你讲有这个区分，可你不能死定的哦，我就是圆心，我练太极的，我就是圆心，那你又是一个不会动的圆心，那你不是剑靶吗？所以应该是着重在你，比如说场外，你着重在练习说你怎么在这两个中间转。对，所以我们练了以后，你的观念里面就有一个，比方你练八卦，到一个地方去，坎艮震巽离坤对乾，8个，你对方位有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变成你的一个直觉了。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就有这个方位概念，有方位概念，你就有圆心圆周的概念，马上有这个概念了，而不是要去想的。哦，我一进来，哦，北方在哪边？你要去找北方，找南方，不用，北方由你自己定。听不懂？你只要有这个方位概念。啊，然后你在动的时候，你马上就有这种方位的概念。所以你练拳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要有这样子呢？你们练炮锤，为什么要进攻去呢？每个招式要进攻呢？里面有一个就是让你练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个方位是有一个方位的概念的。我们人到任何地方去都有方位。再大的地方，再小的地方，你必须有一个方位概念。听不懂？当你有方位概念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的动的范围，你动的范围在哪，在哪边？你这个方位里面哪边是有妨碍的，哪边对你有妨碍的，哪边对你是安全的，哪边是对你可以利用的，你马上有这个有概念出来了嘛？是不是？就像你要练，我说在师傅家练枪一样嘛。以后你们练炮锤练什么也可以练习，把几个椅子随便摆，做障碍。你练拳，你一看你就开始练。那你在练的过程当中，你头脑里面就有了，这边有一把椅子，这边有一张桌子，那边有障碍，这边的空间比较大，你就会动了。这样懂吗？这个就是方位概念，不能说我炮锤一定要往这边打，一定要往这边打，这边有障碍了怎么办？啊，所以八卦拳它要有方位概念，就建立你头脑里面，你要动，你要任何一个地方去，你就有这个方位概念。啊，听不懂？所以练武的到餐厅到哪边坐下来，他背后绝对是墙，他绝对不会背对门，就会自然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你就有那个概念嘛。也都会觉得想要找角落，比较有那个安全感。对，有安全有防卫嘛。后面如果有一个脸色不善的人，你不会把他放到你的身后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我们走路，后面有人跟太紧了，我们就往边让，就让他先过，是不是？就练武的人就有这样子的概念，他有这样子的概念。啊，这怎么出来？就练拳里面出来的。你练拳就要有这个概念啊。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哎。